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机械设计的能力该如何提升呢？想必各位呢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那今天呢就会以另一个角度带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呢做这一方面的提升，来审视一下我们到底呢需要做哪一些补强。那这边呢会给大家一些迷思的一些解惑。因为其实呢有时候呢有许多是我们看不到的问题。那一开始呢我们可能会想说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设计能力的提升呢？不外乎我们可能会想到说，我们可能要去上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我们要考到相关的证照。当然这一部分呢不代表它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看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如果真的去上了这方面的课程来提升了这方面的知识呢，那我们要去审视一下，那是不是真的能提升我们设计的能力呢？这里是一个问号的。以及说我们如果真的考到相关的证照，像是一些机械的加工证照或者是绘图的证照，那这里我们反过来思考，那我们拿到证照之后是不是真的有提升我们的设计的能力呢？这里也是一个问号。所以其实呢这里要给大家一个角度的是我们要知道说最终是不是真的可以提升。所以其实呢这边会给大家一个观念。我们在提升设计能力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回到了现实面，因为呢我们的现实面呢是千变万化的，它的变化是非常多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设的。所以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证照或是上课呢都比较偏向于理论上的。所以理论上不代表它真的呢我们实际上呢是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这部分呢如果是纸上谈兵的话呢，往往呢都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最好我们会直接呢上战场。最快速的方式呢我举一个学生的例子，我们直接到工厂去实习，这个方式呢是最快可以提升我们设计的能力的。因为呢我们直接到工厂实习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做的就是产品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头一些尾。所以从中间呢就可以获得到很多的知识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能力。那这里等一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呢去找出我们要提升的部分呢？这里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要来审视一下基本的能力。那基本能力这边呢我把它分成4大类来做讲解。那这边我们就来审视一下我们有没有达到基本的能力呢？首先第一个是 3D 建模的一个能力。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呢3D 建模的软体呢是非常的纯熟。所以呢我们不外乎呢在做设计之前呢，我们会有这个动作就是做 3D 建模。那 3D 建模呢，各位可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学会非常艰深的指令才代表说我有这个能力吗？其实是不对的。我们一般呢，我们基本的能力代表说，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一个工件，或是我们需要一个结构，透过 3D 建模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然后呢做后续的动作，比如说要给加工厂的图面，以及说组装的时候的爆炸图，以及说我们其他要给客人的示意图等等的，或是这方面的沟通。我们呢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就代表我们基本的能力是足够的。所以我们就来审视一下，其实呢我们不一定呢要学会非常艰深的，好比说钣金的展开建模，或者是说我们要学会了曲面建模这都不一定的。如果说是以我们设计整合的能力来讲，像刚刚有提到的钣金的展开建模，这边呢我们就不一定要学会。我们要会的呢是我们必须要做出我们 3D 的一个主要的零组件来做其他后续的整合的动作。再来呢，第二个是加工的能力。一般呢这个部分呢是比较欠缺的。加工的能力呢就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这个零件呢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加工的。是车床、铣床，还是说是其他的加工的机械，像是拉刀或者是我们要研磨、热处理
等等呢这类的一些相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你可能呢还需要实际去操作当然有一些可能我们不常见的，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操作到但还是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了加工的能力呢，我们在做3D 的建模呢这方面呢才比较不会有一些问题你可能会遇到说今天呢，我把这个图呢，拿给加工厂，加工厂就回馈我们说，你画章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的，那这样代表说我们欠缺的就是加工的能力。那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个是组装的能力。一般呢，我们如果是自己有设计一些零件或是结构或是产品的呢，一定要自己来做组装。因为组装的能力呢，也是一般我们常见的比较欠缺的。所以我们一般设计者呢，比较欠缺的就是加工的能力以及组装的能力。一般这2个能力呢，如果我们可以学得更多，那对我们 3D 建模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来一往呢，就会少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浪费的时间。你可能你知道怎么样加工，以及说我们组装的时候哪一个地方呢在装配螺丝能不能锁附，以及说我们后续维修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做受辅零件的一些更换。如果这2个地方呢是非常的有经验的，我们再来做 3D 建模的时候，其实呢就会游刃有余。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呢我们不一定真的需要学到非常艰深的指令。往往都是许多的经验呢来搭配来找出它这几种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加工能力跟组装能力，这2个呢是比较欠缺的。再来第4个呢是整合的能力。那我们在做设计者呢，整合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在里面比重是非常高的。一般呢我们会做一个沟通的角色，我们可能上到客户下到加工厂零件商等等的，或是其他不同部门内部沟通，我们都需要呢做这个整合的动作。或是机电整合等等的，或是产品整合所以整合能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部分呢也是比较欠缺的地方那整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用到的台语因为我们在加工或组装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许多师傅他们是用台语来在做沟通的所以这部分呢，如果有兴趣的工业的台语篇这边会有相关的连结放在影片底下，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深入的学习所以在整合的方面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因为呢这部分如果没有做好的整合，那我们呢整个产品呢一个连贯性呢就不好，那我们可能在中间呢就会有一些流程呢是不太顺的甚至呢会出现说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在过程中我们没有整合好，然后呢图面呢可能又有地方有问题，然后在沟通上又不良导致说最终呢我们是在组装的时候或是在客户的时候呢我们才遇到问题，然后反过来去找这些问题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设计者呢整合这一方面的能力呢也是需要去做加强的那这里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4个呢都是基本的能力第一个是 3D 建模，再来呢是加工的一个能力加工的一个你所需要知道的一些制程，再来是组装的能力。组装呢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公差以及说我们组装配合呢它的受辅的问题螺丝组装装配的问题，以及整合性整合性的话呢它的涵盖的种类就是比较多的那这几种呢给到各位审视一下，如果呢你有其中一项呢是比较不顺的或是说你可能常常遇到问题的，代表我们基本的能力呢还是欠缺的，所以我们就从基本能力来去做加强咯。那我们知道了基本能力之后呢，那当然就是要找出我们不足的地方那从刚刚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种，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我们从加工跟组装的地方呢来做着手因为往往这方面的能力如果呢我们是有经验的第一个我们的 3D 建模能力一定会提升的，这是肯定的那再来呢，我们如果 3D 建模的能力呢以及加工组装这方面呢是经验是足够的，那我们整合性呢也会相对的提升因为你在加工组装以及
3D 建模，这3个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画完图之后，做了工程图，然后再去给加工厂制造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会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我们这边就会做一些沟通因为有时候它有一些地方好像是基准面的部分或是公差的部分，就会来跟你做讨论。那这方面呢，加工厂在跟你讨论的时候呢，那这里你可能会想说，他可能问你说，我们的公差可不可以大一点？那这时候你就要思考一下，如果呢这个地方我们是用在组装的哪个部分？那如果你有相对的组装的经验，你就可以去判断说，我到底公差能不能放给加工厂？如果真的不行，你可能放了这个公差之后呢，它影响可能会很大。好比说有的地方它精密度如果我把它放得太大，它可能会有偏摆的问题。那这部分我们就知道的时候就没办法放给加工厂，我们就要告诉他不行，你要做到这个尺寸。那如果加工厂做不到呢，我们就可能换另外一个供应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呢，我们加工的能力跟组装能力，如果是有经验的呢，会对我们 3D 建模是有帮助的。然后相对的，这3个能力都有了之后呢，对我们整合性也是有帮助的。这样子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呢，就是在做整合。那我们如果沟通的顺利，加工厂呢，他把他的需求、他的问题点告诉了你，然后呢，你能透过他的问题呢，我们来找到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或者是说，我们必须得照这一个规则来继续去做，要把它做到，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克服，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会达到这个整合性的一个能力。所以从这边呢，我们找出不足的地方之后呢，往往是从加工跟组装能力去着手，这样子呢，我们的 3D 建模跟整合性的能力呢，就会相对的提升。好，那这边呢，我们已经把基本的能力呢都审视过，以及找出不足之处之后呢，我们呢就相对应的来做一些补足。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审视一下哪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擅长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找出我们擅长的，将我们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举个例子，假设呢我们在这4种，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刚刚是建模、加工、组装以及整合。假设呢我们在组装方面呢是非常擅长的，非常会组装，那组装的时候呢很容易呢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甚至在组装的时候呢可以自行处理，可以自己做扩孔，或是自己做研磨，或是自己用其他的方式来克服说我们这个结构上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代表说我们的组装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组装能力如果非常强的时候呢，相对的加工能力应该也不会太差。因为组装能力呢，它往往呢是需要我们实际上直接操作，我们可能遇到状况直接做处理。所以一般呢，在这个方面呢，一定脑中是有非常多的想法，代表说平常呢，在做一些加工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一些能力，我们才有办法在组装的时候想到说，该怎么去克服这一个问题。如果这方面我们是非常的擅长的话，请你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做到极致。你可能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就直接把它实现出来。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一定要画 3D 软体。你可能直接用手绘的直接去修改就可以，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做，直接呢把我们的长处发挥到极致。那发挥到极致之后，我们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事物。那这个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会想说，那我也想要学一下3D 软体，因为这方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得用 3D 去克服。那这时候呢，我们在发挥长处的时候呢，你在发挥极致的过程中呢，你也接触到了 3D 的软体，你也试着去做这一方面的能力的提升。所以其实呢，我们要从我们最擅长的地方开始做着手，那这样其他的我们接触的更广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呢，我们设计的能力就会从这里做提升了。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概念。那这边呢，我们呢已经把我们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而且呢我们又拥有了基本的能力。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处理的事物呢已经非常的多了。那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
蛮重要的观念，我们呢要当个永远的学徒。一般呢我们在做学徒的过程，或是呢我们来想象一下，那学徒的过程呢，我们就是在学习一个新的事物。那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撇开我们到底能不能出师，一般呢我们比较常听到的3年4个月或3年6个月就可以出师。那真的出师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呢，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个过程呢，最重要其实是我们有了这个目标，在学习的过程。那无论最终呢是有没有出师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呢去享受你所做的事物。因为这样子呢，学习是快乐的，我们得到的才是真正拥有的一个能力。那这里呢，我们当然呢要永远当一个学徒。这是一个心态，那我们呢就可以永远不停止的做学习。因为呢，这样的事物呢，我们其实在业界，在这个环境下呢，是不停的在做成长。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可以跟着世界，跟着业界呢，往前进，可以永远的学习新的事物。这样子呢，我们在这个过程，无论是工作或是你的兴趣呢，都会更有成就感的。那这里给大家做个参考。再来呢，一样是一个观念。那这里呢，我们通常呢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来思考。一般呢，我们就会用我们的经验或是我们所想象中的理论值来去思考说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举个例子，假设说我们在锁螺丝，或者是我们在攻牙的时候呢，你的螺丝头断掉了，牙身卡在我们的物件里面。那这时候呢，你一般会想到的就是，那我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去排除它。我在锁螺丝的时候，锁之前如果不好锁的时候，是不是我就不要去锁了？或者是说我在攻牙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你要进几圈，要退几圈。那其实呢，我们应该呢要反过来，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当我们的头脑。那这时候呢，你去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个问题：我们螺丝已经断了。螺丝根已经断在里面了，我们再来思考这些都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那我们如果是使用手的时候呢，我们手有感觉，当下我们立即就会做停止。那就比较不会说我还要去想说每一次我都要记得转几圈要退几圈。那这样子呢，我们不一定每一次头脑都是那么清楚。那如果我们常常去动手，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个结构上，或是你在思考一个问题呢卡住了，那你也可以试着你去做别的事情，让你的双手活动一下。往往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找出其他的解决的方式。那这边呢，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应该是会有帮助的。甚至你去做一些不相干的都有可能会蹦出一个新的 idea，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里呢最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在于说，我们的实战经验绝对是远胜于书中的一个理论的。那这边呢，其实呢，我们书中的理论呢，我们反过来也是从我们许多实战经验里面呢得到的一个方式，或是说我们可以去用文字把它写出来。所以他才会写在书里的说，可能一行字来去形容说这个动作。好比说我们有一行字呢，或一段话在叙述说，当我们螺丝工在攻牙的时候呢，怎么样呢才是正确的？怎么样可以避免它断裂？其实这也是从实战经验中得到的。我们才会写在书上，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攻牙的时候，要攻几圈，要推几圈，然后在过程中要加切削液，以及说呢，我们在钻孔的时候必须要钻多大等等的这类的。那这里呢，让大家来理解一下这方面。记得实战经验绝对是大于我们书中的理论的。最后呢，来做一个总结。那这里呢，我们再来提一下，我们该如何提升设计的能力呢？那当然呢，要做一些民事的一些解惑。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当然一定要有基本的能力。我们要注意，这里是基本的。我们 3D 建模的能力、加工的能力、组装的能力以及整合的能力，这4个呢都是基本的。所以我们如果基本的呢
没有达到，那其实其他的呢，我们就不要太深入去探讨了。好，那这里呢，我举个实际的范例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做 3D 列印呢，或是在盖房子都一样。3D 列印呢，它是从第一层开始列印，第一层，然后一直叠，然后叠了100层、200层、700层、800层等等的。所以呢，第一层是最重要的，因为第一层你没有粘好之后，后面呢它都免谈了，因为你的地基不好。好，所以我们这里呢，回过头来一样的意思，基本能力就是那个第一层。所以刚提到的 3D 建模、加工能力、组装能力、整合能力都是第一层。所以我们如果其中一项是没有达到这个基本能力，其实呢，其他的都是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的这个基本能力，这个第一层这个地基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没有做好，其他的呢，其实我们能提升的能力呢是有限的甚至呢可能是反过来是没有提升，反而会变得更差的。好，那这里呢各位要注意一下不要本末倒置了。好，那这里呢，记得说我们在做这一些能力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可能要把它补足的时候呢记得我们一定要享受这个过程如果呢这个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很痛苦那你有可能呢是在做你不适合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的方式是用不对的所以你才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记得你要享受它。然后我们是在做一些能力的提升，那你一定是做一些你也可能你本来就对这一方面的事物呢是有兴趣的那这样子我们在做提升的时候呢，我们才真的有办法去享受它假设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没有兴趣的那我们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我们是入错行了，或是我们选错了一个方式我们可能要换一个跑道，或是换别的方式呢来克服。那可能呢就不是我们要提升设计的部分了，而是要换跑道那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想法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再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